大家好，我们先来想象一个场景，一个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变得非常普遍的场景。你早上醒来，感觉还不错，但还没等你看手机，手腕上的设备就轻轻震动了一下。你抬起手腕，屏幕上显示的不是你昨晚睡了7个半小时，也不是你的心率是多少，它显示的是一条信息，上面写着：根据你昨晚的睡眠质量和近期的训练负荷，今天下午你的精神压力风险会增加30%。建议你在午餐后进行10分钟的冥想，并把今天的高强度训练换成轻松的散步。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一个引导式冥想音频。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科幻电影？但其实这正是我们今天要去深入探讨的技术方向。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巨大的转变。过去，我们的智能设备只是一个被动的数据记录员，像一个沉默的记事本。而现在，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正在把它变成一个主动的、有智慧的伙伴，一个真正懂你的健康副驾驶。今天，我们就来一起剖析这个过程，看看 AI 究竟是如何施展魔法，把我们手腕上那些看似孤立、冰冷的数据，转变成能够为我们指引方向、规划未来的健康蓝图的。那么，在奔向那个美好的未来之前呢，我们先得面对一个有点尴尬的现实。我想请大家低头看看自己的手腕，或者回想一下你手机里的健康 App。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手腕上都带着一块智能手表或者手环，它忠实地记录着我们的一切：心率变异性、血氧、睡眠阶段、走了多少步、消耗了多少卡路里。屏幕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图表和数字，五颜六色的，看起来特别专业。但是问题来了，每天早上你看着这些数据，除了感叹一句“哦，我昨晚深睡了1个半小时”，或者“嘿，我昨天走了1万步”，你真的知道这些数字背后意味着什么吗？更重要的是，你知道下一步应该做什么吗？这种感觉就好像你被空投到一个高科技飞机的驾驶舱里，面前是成百上千个闪烁的仪表盘，数据源源不断地涌来，但你却根本不知道哪个按钮是起飞，哪个摇杆是转向。你拥有了所有信息，却迷失了方向。我们似乎陷入了一个数据饱和但洞察贫乏的怪圈。我们被数据的洪水淹没了，却壳子在了寻找方向的岸边。那么要如何才能从这片数据的汪洋中找到航向呢？这就是我们这次深度解析要走的路线图。我们将一起探索5个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关键步骤。首先，我们会正视我们当前面临的困境，也就是第一部分，数据洪流。我们会深入分析为什么数据本身并不能解决问题。然后在第二部分，我们将看到第一个转折点，预测而非报告。我们会了解 AI 是如何实现从一个事后诸葛亮到一个事前预言家的华丽转身的。接着，在第三部分，我们会发现光有预测还不够，我们需要一个团队，所以我们会探讨如何组建一支 AI 健康团队。第四部分，我们会关注这个团队的专业性，看看如何通过训练数字专家，让 AI 的建议达到甚至超越人类的水平。最后，在第5部分，我们会把所有这些碎片拼凑起来，展望那个激动性的未来，看看您未来的健康副驾驶究竟会是什么样子。好，让我们开始这段探索之旅吧。我们的旅程始于一个非常简单却又极其深刻的问题。所以呢，你想想看，我们现在所有的健康设备，他们最擅长做的就是告诉我们是什么。他们会说，你昨晚的静息心率是每分钟60次。你看着这个数字，心里可能会想，所以呢，这算高还是算低？对我来说正常吗？设备又告诉你，你昨晚的快速眼动睡眠占了25%。你又会问，所以呢，这对我今天的创造力有影响吗？我应该为此做点什么吗？我们被困在了是什么的阶段，却始终无法跨越到所以呢的阶段。这个所以呢的问题，正是当前个人健康科技领域最大的痛点。数据本身是中性的，它只是事实的陈述，但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事实，而是基于事实的解读、建议和行动方案。我们不需要一个只会技术的机器，我们需要一个能够回答所以呢的向导。这句话出自一份关键的研究论文，可以说是一针见血，精准地概括了我们刚才讨论的困境。我们来仔细地拆解一下这句话。首先，用户得到了各种指标。没错，我们得到了海量的指标，甚至多到让人眼花缭乱。
然后是关键的转折，但对于下一步该做什么却知之甚少。这就点明了数据和行动之间存在着一条巨大的鸿沟。我们就像是手握一张藏宝图，上面标满了各种符号和坐标，但我们却缺少解读这张图的密码本。我们不知道这些符号代表着什么，更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才能找到宝藏。而这个宝藏就是后面提到的减轻未来的压力、酸痛或受伤风险。这才是我们追踪所有这些数据的最终目的，不是吗？我们不是为了看数字而看数字，我们是为了更健康、更安全、更有活力的生活。而这篇论文指出的，正是 AI 试图要填补的那个空白，从数据到行动，从指标到策略的这个巨大鸿沟。好了，既然我们已经把问题剖析得这么透彻了，那解决方案的第一缕曙光在哪里呢？现在让我们认识一下这场变革中的第一个关键角色，一个名为 SIPA 的系统。SIPA 这个名字本身可能听起来有点技术化，但它背后的理念却是一次根本性的思维转变。它的核心创新就是将 AI 在我们健康生活中的角色从一个被动的历史家转变为一个主动的领航员。换句话说，它要做的不再仅仅是分析和报告，而是要主动的进行预测。那么，被动分析和主动预测之间到底有多大的区别呢？这么说吧，这是一个天壤之别。传统的健康 App， 他们做的就是被动分析，他们永远在回答发生了什么这个问题。比如你跑完步，他会告诉你，你这次跑步的平均心率是150。你一觉醒来，他会说，你昨晚睡得不好，只睡了5个小时。这就像是开车时只盯着后视镜，你只能看到你已经走过的路，但对前方的路况一无所知。而像 SIPA 这样的新一代 AI 模型，他们进行的是主动预测。他们尝试回答一个更有价值的问题，会可能发生什么？他会告诉你，根据你昨晚的睡眠质量和你今天的身体状态，如果你今天还进行高强度训练，你的受伤风险可能会增加。这就完全不一样了。它不再是单纯的总结过去，而是在帮你预见未来。这就像是把视线从后视镜旋转向了前方的挡风玻璃，甚至还配备了一个能预报前方路况的 GPS 导航。这完全是从向后看的思维转变成了向前看的思维，而这一转变正是让数据变得有价值的关键一步。听到预测，你心里可能马上会冒出一个问题，那这种预测到底准不准呢？这就要看它是不是个性化的了。我们来看这张图，它展示了一个非常惊人，甚至可以说是颠覆性的对比。图表的纵轴是一个叫做 R 分数的东西，你不用管它复杂的定义，可以简单把它理解成一个预测准确度的评分，分数越高，代表预测的越准。现在我们看图中的2个柱子，左边这个高高的柱子，代表的是个性化模型，也就是专门为你一个人的数据量身打造的 AI 模型。你看它的得分超过了 0.5， 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预测水平。但真正让人震惊的是右边这个，它代表的是通用模型，也就是那种试图用一套算法适用于所有人的一刀切模型。它的得分居然是负数，负数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的预测结果比你闭着眼睛瞎猜还要糟糕。这个结果告诉我们一个极其重要的道理，在个人健康这个领域，所谓的通用建议几乎是毫无用处的，甚至可能是有害的，因为每个人的身体都是独一无二的，对压力的反应，对训练的适应，对睡眠的需求都完全不同。只有当 AI 开始学习你这个独一无二的个体时，它的预测才开始变得有意义。好的，现在我们知道了一个个性化的 AI 可以做出相当准确的预测了。比如它预测你今天有压力风险，但接下来它给出的建议，我们又该如何去信任呢？毕竟网络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健康建议，很多都是不靠谱的。这就是 SIPA 系统设计的另一个非常聪明的地方。它建立了一个所谓的可信信息管道，来确保它给出的每一条建议都是有理有据、值得信赖的。这个管道分3步走。第一步，它会整合你的个人情况，不仅仅是原始数据，还包括了 AI 自己的预测结果，比如压力风险增高，以及你的人口统计学信息，形成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第二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它不会把这个问题扔到整个互联网上随便搜索，相反，它有一个白名单，里面包含了35个经过严格筛选的绝对权威的专业网站，比如世界顶级的医疗中心官网、权威的学术数据库等等，它只在这个可信的知识库里寻找答案，这又从源头上杜绝了不靠谱的信息。
第3步，他会把从这些可信来源里找到的信息，结合你的个人情况进行综合提炼，然后生成一条通俗易懂的建议，并且他还会在建议的后面附上原始的引用来源。这就好比你的私人医生不仅给了你建议，还把支持这个建议的最新医学研究报告也一并给你看了。他不仅告诉你该做什么，还告诉你为什么该这么做，并且让你有据可查。这种透明度和可信度是建立人机信任的基石。好的，我们现在有了一个能够向前看的预测能力，也有了一套确保信息可靠的机制。但是这似乎还不够，因为健康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光靠单一维度的预测和建议，往往很难解决根本问题。这就引出了我们 AI 健康指导的下一个进化阶段，一个叫做 PHA， 也就是个人健康代理的系统。PHA 的核心理念非常直观，也很有启发性。他认为，好的健康建议就像是看病一样，不能只靠一个全科医生，你需要的是一个由多位专家组成的会诊团队。这个专家团队的比喻，可以说是 PHA 系统设计的精髓所在。它不再把 AI 看作是一个单一的实体，而是把它设计成一个由3个不同角色的代理组成的协作团队。我们来看看这3位团队成员。首先是数据科学家代理，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团队里的技术分析师，他对数字和图表极其敏感，负责深入挖掘你所有的健康数据，找出那些隐藏在表面之下的趋势和关联。然后是领域专家代理，这位就像是团队里的资深医生或者医学教授，他拥有海量的专业医学知识。当数据科学家发现了某个趋势，他负责从医学角度进行解读，告诉你这个趋势意味着什么，背后可能有什么生理学原因。最后也是同样重要的一位是健康教练代理，这位更像是一个行为心理学家和沟通专家。他知道光有分析和知识还不够，关键是要把这些东西转化成普通人能够理解并且愿意去执行的行动计划。他负责设定目标，提供鼓励，指导你一步步做出改变。你看，这3者各司其职，又紧密合作，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从数据分析到专业解读，再到行动指导。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理解这个 AI 团队是如何工作的，我们来看一个非常典型的用户问题。假设你向你的健康 AI 问了这么一个问题：我想了解我上周的睡眠数据，并且想知道我该怎么改善我的睡眠。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它其实包含了3个层次的需求。第一层是了解数据，这是最基本的，你需要看到数据的呈现。第二层是理解数据，光看图表不够，你想知道这些波动、这些指标到底说明了什么。第3层也是最核心的需求是 actionable advice， 也就是可行的建议。你想得到一个具体的可以操作的行动方案。一个简单的传统的健康 app 可能只能满足你的第一层需求，给你看一张图，但要完美的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一个团队了。这正是 PHAI 这个 AI 团队大显身手的时刻。当他收到你的问题后，一场高效的内部协作就开始了。首先，数据科学家代理立刻行动起来，他调取你上周所有的睡眠数据进行深度分析，可能会发现，你周3和周4的深睡时间明显减少了，而这2天你都有晚间锻炼的记录。接着，这个发现被传递给了领域专家代理，这位专家马上介入，给出他的医学见解。剧烈的晚间运动可能会导致皮质醇水平升高，从而影响入睡和深睡质量。深睡对于身体恢复至关重要。最后，所有的分析和知识都汇总到了健康教练代理这里。他把这些专业信息转化成非常人性化和可执行的语言，对你说：我注意到你上周3和周4的深度睡眠有所下降，这可能和你当晚的锻炼有关。我建议你可以尝试把高强度运动提前到傍晚6点前完成，或者在睡前增加15分钟的放松拉伸。我们先试试这个方案1周，看看效果怎么样。你看，同样一个问题，通过团队协作，你得到的不再是一个冰冷的数据图，而是一个有分析、有解释、有温度、有具体方案的综合性回答。这就是3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的道理。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有了强大的预测能力，也组建了一支分工明确的 AI 团队。但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这个团队里的专家到底有多专业？他的知识水平真的可靠吗？就这引出了我们拼图的最后也是非常关键的一块，一个叫做 PHLLM 的项目。
这个项目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解决 AI 的专业性问题。它的方法就是把一个通用的、什么都懂一点的大语言模型，通过专门的精细调整和极其严格的专业测试，把它打造成一个在特定健康领域里堪比甚至超越人类专家的认证专家。那么这个经过特殊训练的 AI 专家，他的专业水平到底如何呢？口说无凭，我们来看一个实打实的考试成绩。研究人员让这个 PHLM 参加了一场非常权威的专业资格认证的模拟考试，美国国家体能协会的注册体能训练专家 NCSCSS 认证。这个认证在行业内含金量非常高，是很多专业体能教练和运动科学家的必备证书。结果呢 ，PHLM 取得了88%的惊人高分。88% 本身已经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成绩了，但更具说服力的是，根据统计，参加这项考试的人类专家，他们的平均分只有71%，也就是这个 AI 不仅通过了考试，而且还大幅超越了人类专家的平均水平。这个数字有力地证明了，通过专门的训练 ，AI 在掌握和应用特定领域的知识方面，已经具备了非常高的，甚至可以说是顶尖的专业能力。我们 AI 团队里的这位领域专家是真的有2把刷子的。然而，即使是这样的一个考了88分的 AI 学霸，他也并非完美无缺。在研究过程中，一位人类的专家临床医生在评估了 AI 的回答后，给出了这样一句非常深刻的反馈。他说，背景信息至关重要，而且仅仅从个人健康数据中是很难完全洞察的。这句话点出了一个无论是 AI 专家还是人类专家都共同面临的核心挑战，那就是背景信息或者说上下文的缺失。你的智能手表可以测量你的心率、你的睡眠，但它不知道你昨天是不是跟老板吵了一架，也不知道你下周是不是要面临一场重要考试。而这些数据之外的生活背景，比如你的工作压力、情绪状态、家庭关系、饮食习惯等等，往往才是影响你健康状态的根本原因。数据能够反映出结果，比如睡眠变差了，但它很难告诉你导致这个结果的深层次的原因。这提醒我们 ，AI 虽然强大，但它仍然需要更丰富的多维度的数据输入，甚至需要和你进行更深入的对话，才能给出100%精准的建议。数据本身并不能说明一切。好的，朋友们，到这里我们已经一起走过了这次探索之旅的大部分路程。我们从数据洪流的困境出发，看到了主动预测带来的曙光，了解了团队协作的强大力量，也验证了数字专家的专业水平。现在是时候把所有这些点串联起来，整合在一起，共同描绘一幅关于我们个人健康未来的宏大愿景了。这幅图景的主角就是我们从一开始就提到的那个概念，您的未来健康副驾驶。那么，一个真正理想的、高效的 AI 健康副驾驶应该具备哪些核心的原则和品质呢？通过我们刚才的分析，答案已经非常清晰了。它必须建立在4大支柱之上。第一是主动性，它必须像 CPA 系统那样，能够预测未来的风险，而不是仅仅报告过去的数据。第二是专业化，它必须像 PHA 系统那样，是一个由数据科学家、领域专家和健康教练组成的专业团队，能够从多个维度解决复杂问题。第三是可信赖，它的每一条建议都必须像 CPA 的信息管道那样 grounded in verifiable expert sources， 也就是基于可验证的来自专家的信息来源，并且能够告诉你它的信息来源。最后也是最核心的一点是个性化，他给出的所有见解都必须是根据你独一无二的数据和个人背景为你量身定制的。这4个原则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一个强大、可靠又贴心的健康伙伴。所以最后我们来做一个简明扼要的回顾。今天我们看到的这3个关键的研究和系统，它们就像是搭建未来个人健康 AI 这座大厦的3块重要的基石。CPA 系统，它的关键创新在于主动预测和可信信息，它教会了 AI 如何从回顾过去转向预见未来，并且保证了建议的可靠性。PHA 系统，它的关键创新在于多代理专家团队，它为 AI 设计了一套高效的内部协作架构，让 AI 能够像一个真正的专家团队一样工作。而 PHLLM 项目，它的贡献在于专家级的微调与验证，它用实打实的成绩证明了我们 AI 团队里的专家是名副成全的，甚至超越人类水平的专家。
这三者合在一起，就为我们构建了一个清晰的、可携行的、通往未来个人健康 AI 的路线图。最终，我们今天所有的讨论都导向了这样临近在眼前又发人深省的未来。这项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从实验室走向我们的生活。你的下一位健康教练，一个能够7x24小时陪伴你，深刻理解你的身体，精准预测你的需求，并提供专业可靠建议的伙伴，将不再需要高昂的费用，也不再需要提前预约。它就在你的口袋里，在你的手腕上随时待命。这无疑会给我们的健康管理方式带来一场深刻的革命，但它也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一个需要我们每个人去思考的问题。当这个强大的工具交到你手上时，你准备好去使用它，信任它，并与它合作，共同管理你的健康了吗？你的下一位健康教练就在你的口袋里，你准备好了吗？